大家好。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整个人特别开心，手舞足蹈的。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感觉她也不想赢，她只想出布。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对吧？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的变好看，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说，哦，你的手真好看，对吧？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说，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我们只在乎结果，你给我结果就行了。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只针对男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商圈一层的10元快剪、10元速剪，10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但一次就够了，说实话。10元快剪真的太快了，效率也太高了。你一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我一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一眼。朋友们，我上次用跟别人打招呼还在高中的时候，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我就坐下来。一般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对吧？给我来个墨西哥。但是在这种10元快剪，你没有这样的权利，是老板告诉你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因为他只会2种，光头和寸头。不然为什么快呢？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我还在那儿考虑这件事情，老板的推刀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还没有想好。他说没有关系，无论你选哪一种，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他说行，寸头是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拿推刀直接上。我感觉自己就是错过了一通震动的未接来电。他就剪完了，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它连喷壶都没有，这家店没有一滴水。我在想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拽了根管子下来，再把开关打开，那是个吸尘器，朋友们。是这样。有谁要在天花板上吊一个吸尘器？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你会觉得我脏了。我好想逃，但我逃不掉。声浪非常的大，我整个人被笼罩着。我被吸完之后，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我在想，10块钱也是钱，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我还是个小明星，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我以为他要安慰我，老板拍了拍我，让我把钱付了。我付完钱出去，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美甲店做美甲，她还没有开始。这个好玩。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他也很诧异，哦，很快吗？什么感觉？我说便宜，但没有尊严。所以我现在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那种剪个头发70-80块钱、上100块钱的理发店，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我觉得哦，我也太开心了。这帮朋友也太 nice 了，对吧？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先生，一位是吗？一位是吗？好的，娜娜一位冲水，娜娜就在那儿。这有个今年就要夺冠啊！我都看见娜娜了，但有这个东西显得特别专业。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还会提示我
注意脚下的台阶。我坐到座位上，娜娜给我一个 iPad， 里面有个发型库，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光寸头的寸法都100多种。选定之后，托尼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先生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OK。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路，朋友们，他超温柔。作为一个男生，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他剪一刀，他梳10次，然后捋那么一小撮，在自己的指缝当中微微的剪出一些层次。再把我的头摆正，看一看镜子里，没有任何区别。豆豆还是顶。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对吧？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你在一个理发店里待了2、3个小时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稍微低了那么一些。但不知道为什么，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整个人自信很多，对吧？我再见到我女朋友，她说：“哦，你什么感觉？”我说：“贵，但贵贵的道理。”谢谢大家。表演也太强了，天哪！他那个，哎呦，这太细了，这个。 3、2、1，请锁票。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我说他是冠军？是不是冠军？是不是冠军？话说早了，你们怎么跟我一样啊？别这样，我很优秀啊，特别棒。吕丹真的笑的胃都快出来了。因为我就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就是那个10元理发店的常客，就是我每次被吸尘器吸的那会儿，确实是百感交集，真的很奇怪那种感受。但是他们很自然，他们就是觉得就应该是这样，你也就觉得是应该是这样，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那是吸尘器啊，它就是猛吸你的头发。对你碰见过那种双刀剪头发的人吗？双刀，我碰到过双画眉，双手画是不是？对对对，画完眉之后还吹，还放进去这种。对。哎，那你刚还好像还有一段口技表演，是不是？就是那个吸尘器那个，好像。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其实这个方法很多国外的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都在用。哎，有一墨西哥一胖子，是不是？对，他就是那个说话老好吧那种口技。蓬松哥 ，Fluffy， 对。但是他今天那能怎么学的？我们能学学吗？就那。前面的不要紧，主要是关那一下，对吧？关那一下真的绝了，真的绝了。豆豆，我口技脱口秀，这嗑瓜子都能嗑出 B-box 来，对不对？噗啪噗噗，我们请这个话剧演员、资深话剧演员点评一下表演。不，就我真是觉得那个内部节奏跟外部节奏都很好。就是他因为讲一个段子，他要表演，因为你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里边，只有你是不能用麦的，因为你用麦会被限制住，是吧？包括剪头发那个哈，就是很少，就是脱口秀演员的这个，他语言节奏非常好，但是他表演节奏也非常好，这两个合在一起，给点意见吗？一定要给意见吗？我先说吧，因为我有时候看豆豆表演，就是还是有那么几个片刻会大。啊，你说表演吗？就大的劲儿大的，啊就还是会有那么几个片刻，但我捕捉不到那个具体的感觉。你专业人士给点建议。不，他其实那种大是在调整自己的那个内部节奏，所以他有的时候动作是不准确的，包括洗头啊什么。但他开心，他就可以完成下一个，就完成好下一个。总比他为了控制这个以后整段都卡掉强。对。所以我站你啊，可以。豆豆演出的时候老感觉是一个健身教练的感觉，有没有？再做10个深蹲，好的，现在就可以了。好，再做10个深蹲。他老是那种一副他讲什么内容，我都感觉他在让我训练那个做。对，大家反正都还是很喜欢豆豆，我也摸不清这个表演的劲儿，反正刚刚是活灵活现，感觉把理发店已经搬到了舞台上，非常厉害。